OpenAI 很多这个 model release 都有我的名字，这个就是因为我在 OpenAI 的内部搭了整个 post training 的 RL infra。所以整个 post training 的 RL infra 你是最核心的贡献者了。是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打破信息差。信息差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在清华生存的话，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的拥有这个信息，哪怕当时有了现在的认知，那还是做不出来。没有，我不想发 paper， 我觉得发 paper 完全没有意义。创方当时说要搞一个AI lab， 就是后面的 DeepSeek， 对，我当时是拿了 offer。如果你想进工业界，那么读 PhD 就是浪费生命。教一个 researcher 如何做好 engineering， 要远比教一个 engineer 如何做好 research 来的难。每家的 infra 都有不同程度的 bug， 然后谁修 bug， 谁修的 bug 越多，那谁的模型训的就越好。Hello， 大家好，本期嘉宾翁嘉义，他于2022年加入 OpenAI， 并且是 OpenAI 一系列模型背后的核心贡献者。从 ChatGPT、GPT-4o 再到 GPT-5， 你能看到的每一个模型跃迁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而他的核心贡献可以被总结为3个关键词：强化学习、Post Training、Infra。但对我来说，翁嘉义不只是把模型做得更强的人，在加入 OpenAI 之前，他就已经用开源和代码影响过无数人。从在清华开源作业与资料，试图打破信息差，到开源强化学习框架天授做出免费签证查询系统，他把代码工具视作一种慈善。在这期播客，我们会从翁嘉义的童年聊起，到清华与 CMU 的求学之路，再到2022年加入 OpenAI 之后的亲身经历。站在世界 AI 风暴中心的他看见了什么？这里是 Why Not TV Podcast， 现在请和我一起进入翁嘉义的世界。Hello， 嘉义，欢迎你来到 Why Not TV Podcast。Hello， 这个我觉得这期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在给你准备这期的 outline 的时候，我用的是 GPT-5 的 Deep Research， 然后这相当于是你自己在背后作为核心开发者的产品和模型，然后他们自己在做 Deep Research， 想这些问题来采访你是背后他们的生产者，你是他们的 developer。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奇妙的闭环。今天我们会谈到很多部分，从你的童年成长、清华的本科经历，到 CMU 读研，再到2022年加入 OpenAI 至今的所有的核心开发的经历。我想先从最早你的童年开始，能不能给我讲讲你觉得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学奥数。奥数？对，我从1年级开始就开始学奥数。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爸妈让我去听了这个进修校的一个奥数课跟语文课，然后我对语文完全不感兴趣，但是我对奥数就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从1年级开始就一直上到6年级，然后初中也是。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做数学题做的比谁都快。小学的时候？对，小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别人口算题，像2年级的时候，口算题可能还没做完，就是可能写到一半，然后我就已经做完了。就是那种不用过脑子的。可能用现在时髦话说就是 System One 啊，对，直接表层意识直接过，然后直接看一眼出来答案那种。然后就是这个让我这个做数学题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学习还算相比于其他人算比较偏慢的人。怎么说呢？就是学一个新的东西，我经常要花别人2到3倍的时间，但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读一段代码，我就是要比别人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整个内容，整个 context。然后但是我一旦理解之后，我用的就非常快。有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小时候经常不是要背书嘛，背一个课文，然后我就是在睡觉之前，我想尽所有方法，然后能够磕磕巴巴的，就是完整的背出来，然后哪怕有很多停顿，然后你只要想起来都好，然后睡一觉，然后第二天醒来发现这个倒背如流。我当时想法是，就是因为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我需要比别人提前学东西的。所以当时我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开始上高中数学，
然后就是直接问这个初中的数学老师，这个说各种高中数学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也非常热心，回答我，然后我也非常感激。初二的时候就已经把高中啃完了，然后初三就开始学微积分。数学你天生你就觉得你做的快，然后比别人都快，但同时呢，你又觉得你学东西慢。我感觉应该就是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构建我的知识树，就是正常来说，这个知识树是比如说有个根，然后往上拓展，然后再往上拓展，再往上拓展，然后好几层，然后你每次比如说拿这个最顶层的这个结论去应用到这道题当中，然后你要从头到尾过一遍，然后你要慢慢想出来。但我可能就直接建立一个链接 shortcut， 然后直接上去，然后就不用反应了。所以你是从小就意识到我好像比别人更聪明？没有这种感觉，没有。所以你只是说，你只是觉得你对这事儿感兴趣，那你愿意提前学数学这个事儿的这个里面的核心兴趣是哪儿来的？我想投资未来。我想投资我自己的未来。所以你在初二的时候，你就意识到，我这个时候提前学高中数学是一种投资未来。对，对于我的未来的一些学习生涯是有帮助的。与其说我现在浪费时间在这个刷题上面，那不如学一点对未来有用的东西，然后后面的收益可能更多。这个是你父母跟你讲过类似的？不是。 OK， 我父母无所谓，我父母就根本不是怎么关心我是怎么学的。但我还是特好奇，为什么你初中的时候就有投资未来的这种想法？因为我相信你那时候肯定学有余力，对吧？对。你为什么不去玩？为什么不去打篮球、打游戏？你为什么想的我要学高中数学，我要怎么样？首先是因为对这个感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初等数学太无趣了，然后这个稍微怎么说，稍微有意思一点的数学更能引起我的兴趣。那是谁让你有了这种兴趣吗？是天生的吗？对数学？可以算是吧，或者说还是说是小学的时候你因为这事儿有成就感，所以你就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有一个初始的成就感，然后初始的 reward， 然后慢慢的，然后你就会慢慢把这个你数学这方面的这个技能树慢开始点，因为你每点一次你都会有个正反馈，然后再点一次再有正反馈，然后你就会一直在这个上面走。但像比如说打篮球，我试过，但是没有什么正反馈，就是我经常被我舍友这个按着打。对。然后体育，我练过跆拳道，我觉得跆拳道还可以，但是这个跆拳道一打实战，我就被对手揍着打。对。所以反而是这种正反馈，像你本身也擅长，然后你对这个也不排斥，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自发的内生的兴趣了。对。所以其实倒不是家庭环境，而是就是你自发而产生的。是的。那这是数学，你初中的时候提前学高中的数学，那你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又对编程产生了兴趣呢？我编程是初一开始的。对，初一对，编程是初一开始，是因为那个就是小升初的时候我去了时代中学，然后它是一个私立校，然后但是私立校的话有一个这个编程兴趣班，然后就抱着玩。我能理解高中有兴趣竞赛，但其实初中搞编程是应该不对升学没有太多用，对不对？是的，没有太多用。那这个事儿也是你自己找的兴趣班，还是你父母给你找的？我父母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试了试，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好，那我们聊你高中。高中我觉得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你 OI 省选 NOI 的经历，能给我们讲讲吗？为什么要搞竞赛呢？因为升学压力还是有的。你如果不搞竞赛，那这个对于非北京的人员来说，想上清华北大是非常难的，这个难如登天。所以当时是因为升学压力搞的 OI？是的，就是大部分是因为升学压力，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在搞数学竞赛跟 OI 了，然后我高一的时候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去做数学竞赛，拿到了一些还可以的名次，但是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是省选数学竞赛的省选，然后我们学校是没有那个基础的，然后自己学也很困难，所以说我就放弃了，并且我对这个再往上的这个就省选往上的数学题，我觉得我非常困难，
因为我没有那么早的去接触，然后我觉得学习起来非常累。你说你哪怕初中就开始学高中数学都不够早？初中开始学，高中数学竞赛可能够早一点。对，就是我没有那么提前。对，所以说我掂量一下还是放弃了。你就搞OI 星际学竞赛，搞 OI 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靠星际学竞赛，然后升学，这个一般是要经过什么步骤？先省选，然后是什么样的流程？先 NYP， 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普及组的，不是提高组 ，NYP 提高组的一个这个省里面的一个选拔赛，差不多是10月，然后后面是弄完是每个省都有每个省不同的选拔标准，要选出来省队去参加国赛，然后省选的话，福建是有2轮，一轮在寒假，然后还有一轮在4月份，然后选完之后，然后就是5、6月应该有一个清华或者北大夏令营，可以2选1，可以拿一些这个优惠条件，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然后是在7月到8月去搞 NI 的这个国赛。那跟我们讲讲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的？第1轮、第2轮、第3轮？这个 NYP 还好吧？这个 NYP 就是已经因为这个从初中开始搞的，所以说还好。然后省选这个高一的时候，就是连省选都没过，就是完全不会做，几乎不会做。然后高2的时候会做一点点，就是会乱搞，然后会一些这个 heuristic 方法，就比如说这个有一题叫这个最小双元覆盖，然后我当时搞出来70分，我当时好像是全场最高。因为我做出来这一题，后面就是进了省队，但是进完省队之后，就是后面的就是清华夏令营感觉还可以，就是拿到一个降60，无条件降60，有条件本一线。这个怎么理解？就是高考的成绩直接会给你加60，如果你没有保送的话，然后如果这个线过了清华当年的录取线，那么清华就会要你。然后有条件本一是说，如果在 NOI 比赛里面，考到了前150名，应该是银牌的线，那么就有本一。如果你只要高考的成绩过了本一，那么就无条件录取。但是如果你是金牌的话，那你就连这个都不用了，你直接保送。你当时拿到 NOI 的那个有条件本一了吗？Unfortunately 没有，就因为就是这个又是一个黑历史，就是我是当时的福建省队的倒数第一。福建省队就当年只有一个铜牌，就是我，然后剩下的人都银牌以上。这事儿的失利对你的升学有影响吗？当时？还是有挺多影响的，因为我当时毕竟高2下半年没有搞文化课，然后我对于我的未来也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我到底能高考考多少分。有些之前的例子，比如说像有学长就是把60分加分全部用完了，然后就真的是一点都不剩。然后我觉得这个万一我也这样怎么办，就很危险。然后我对于这种不确定性非常害怕。但是想了想，我觉得我应该也没有那么差吧。然后还是就咬牙选了这个降60。所以你当时另外一个选择是更保险一点的。更保险的一点就是直接可以在ONI 现场，然后签一个上海交大的本一线录取。所以当时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嘛？也还好吧，就是主要是首先心态方面，这个当时毕竟很难过，然后对未来不确定性，就是自己感到很害怕，然后但是这个家人鼓励还是让我选择了这个选这个清华60。那当时是不是弄完 OI 搞完竞赛之后，到高3你就不碰这些东西了，就 all in 高考？也没有，就是可能会偷偷的碰，就是像比如说，我觉得我对这个代码的优化有特别的追求，就是我会我当时甚至练成了，就是比如说在那个 iPad 上面直接因为 Safari 它是没有代码编辑器的，然后我就直接这个用 iPad 键盘直接裸打代码，然后直接交，然后没有编译，然后
那一个经历，其实我觉得也很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因为它需要你对于整个题目或者整个逻辑有个完整的认知，然后哪里错了，你要能快速的定位到是哪里错了，然后它会很锻炼你的这个反应能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对你来说，当时其实不需要这种锻炼。是的，是的，是吧？只不过这就是自己很感兴趣。就比如说当时这个 OI 还有一个叫常数优化，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个算法，这个虽然时间复杂度可能都是 n 平方，然后但是这个实际的它的这个前面是带来一个常数的，然后这个 OI 的这个评测都是会有这个结果，就比如说按照这个跑测试点的时间来排序，然后跑得最快的，那么就排第一，然后如果跑一样快，那么按照代码长度的长短。然后所以说这个我会同时 optimize 这两个指标，然后这个刷这个东西就感觉很有意思，虽然说没什么用，但是很有意思。对，你真是搞这个的圣体，因为你真喜欢这个东西，是吧？你从中能获得快乐。对，那我们来聊聊清华。如果我跟你说你在清华16年开始读本科，你直接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现在想起来，哇，特别比如说大一大二刚进去值得回忆的事儿，第一个浮上你脑海的是什么？真有的话，就是我把我所有的作业都开源了，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像比如说有些学长学姐是比较反对这件事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儿。我当时做一个把这个我所收集到的所有的这个上古作业、上古材料，然后全部在 GitHub 上开源了。除了那些有版权问题的我没开源，然后剩下的没有版权问题的都开源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应该打破信息差。信息差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在清华深层的话，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的拥有这个信息。你现在回去，随便抓个计算机的学弟问这个，你认不认识这个捐这个新戏楼的人？哪怕他把他的名字放在戏楼上面，你认不认识他？不认识。你认不认识温嘉译？应该认识，因为毕竟这个大家都看我的作业活的。这个比这个捐楼有用，是的。此处弹幕应该闪过+1，如果我看过你的作业，就应该在这时候发个弹幕了啊。但为什么你会把你的作业开源？这个里面本质为什么和信息差有关系？我想打破这个信息差，就是我不想让后人重蹈覆辙，就是经常疲于奔命。就是很多人其实他不是很擅长搜集东西的，但是他其实很有能力的。但其实就如果能够给这些人有一个信息平权的机会的话，那他可能在清华会活得更好。所以你的信息平权是指知不知道往年的作业这种信息，和学长学姐问过以前会考什么重点这种信息，以及作业，以及老师没有规定不能放出来的作业。不然的话，你会经常会花可能10几20个小时，然后你又不敢问助教，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你就会花一些巨大块的时间，然后去一直在钻牛角尖，然后反而对于整个学习是很没有帮助的，收益很低。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当时觉得，如果我把我自己的作业开源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帮到一些这样的例子，然后可能会帮后面更多的一些学弟学妹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来去做他们更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就是做这些没有什么比较浪费生命的事。对，所以你这事儿做成了，现在你的作业应该在清华已经成为一个很广为流传的 GitHub repo。是的。那这个之外呢，我看到你应该大一、大二、大三多久开始入门科研啊？这些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应该是大二吧。然后后面就是问学长说这个有没有哪个推荐的实验室，
当时就学长跟我说了3个名字，朱军老师，然后汤教老师，还有崔鹏老师。我默认这个按排序，按照每个人牛逼程度排序，当然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按照这个排序，然后就你以为先后顺序啊，对，我以为先后顺序，然后就报了一个计算机的学术新兴计划，然后后面就是应该是全录取了，然后我就选了朱军老师，然后大二的时候就跟朱军老师就是先见了一面，然后就是问说有什么方向，有3个方向。贝叶斯，对抗生成网络就干，还有一个强化学习，对，就是3个方向。然后我当时其实想搞的是干，我觉得这个图像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干，然后我就选了 RL。什么叫不知道哪个是干？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个小白。对，然后我就误打误撞选了 RL，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 RL 应该是搞那个图像的东西，就这样。对，所以是个相当 random 的你的选啊。是的。但是后面搞 RL，发现这个是个打游戏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一直搞下去了。对，但是实际上，就是我最开始想法是我其实有3个大的方向，我其实都挺喜欢的。一个是人工智能，就是 AI，然后另外一个是图形学，还有一个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我觉得这个哈克非常酷。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业余时间也搞了很多网络安全的相关的东西，然后还给学校修了不少的这个校园网的 bug。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修了一下这个免费下成绩单的这个1分钱下成绩单的这个事儿，就是成绩单下一次要这个10块钱，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学长发现了一个 bug，然后就是可以1分钱也可以不要钱下载，然后后面就是下载了几次之后，然后把这个 bug 给修了。对，就是直接反馈给这个学校教务部门。所以你是很享受这种 hacking 的过程。对，所以网安是一种 hacking，其他的呢？图形学的话，我感觉也是个 hacking，对现实世界的 hacking，就是你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去构建你脑中想象的场景，然后这样会让你觉得你是上帝，你是神。我其实当时最感兴趣的还是图形学，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创》。TRON 就是那个什么创战记的那个，它是一个那个科幻片，然后它的那个电影特效就非常厉害，然后就把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撼。然后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做出这种特效，或者说我可以像创这样构建一个自己的虚拟世界，那是就是我觉得我就圆满了。对，然后我觉得图形学是实现这个的一种手段。对，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图形学，然后我在大2的时候就上图形学，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喜欢，所以说我花特别多时间去做图形学的大作业，然后当时应该是拿了全班唯2的 A 加，对，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算法，能够减少这个迭代的这个收敛的次数，以及这个用了一堆的这个算力来跑了，就渲染一个巨高清的图，就是应该16K 的图，然后当时就是在我之前是完全没有人炫一个16K 的图的。然后，并且16K 的图完全没有噪点。那当时那么感兴趣图形学，后来继续下去了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搞科研的话，那还是专心比较好，不能这个脚踩2条船。因为你当时已经去对朱军老师那儿，我已经去朱军老师那儿。对，有个项目是搞那个Wisdom， 就是一个 Doom 是一个差不多90年代的一个游戏，然后当时是有一个比赛，想把这个用一个神经网络来去在一个固定的地图里面，然后把这个游戏打通关，就是有个出生点，有个终点，然后你要去在这个
地图里面去杀怪，然后去捡血包，然后避障，然后去最终到这个终点，然后去通关。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强学习的入门第一个 project，是的，拿了冠军。是的，所以当时你是很享受做强学习科研的，没有，为什么？很不享受，因为首先这个 task 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然后你要疯狂的去 overfit，然后就是你要用各种技巧防止它训练的时候崩了，以及你即使训练没崩，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怎么调参才能调对，这个是真的炼丹，这个比 CV 来说，这个它的这个调参难度可能要难上10倍100倍，然后都是玄学，你必须要用一些非常 heuristic 的方法去避免一些 corner case。所以你当时就意识到那段时间的 RL 研究全靠 heuristic 和调参。是的，是的，就是改算法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然后因为我当时的那个任务过于单一了，然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能 work 的。当时的任务第一个当然是 Vizdoom， 那后面是不是就什么像 Atari DeepMind Control Suite？ 我觉得 Majoko 跟 Atari 要比 Vizdoom 还要简单。对 ，Vizdoom 算难的了，但是在这种 case 上面，就对于人类而言，它是一个简单的 task， 但是对于 RL 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task，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知识，需要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是障碍物，这个对于人来说这个不需要反应的，但是对于 RL 来说就是或者对于 AI 来说，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难度了。对，所以你在当时就有很清晰的认知，认识到环境太单一，算法不是平静，这个是你做中你就会发现，就太多调参，太多 heuristic。对，所以说我不是很享受这个科研的过程。然后我会就是我有意识的把我的重心放到了如何帮助这一类的科研更顺利进展的过程上。所以我会就是在大4的时候，我会想着这个造一套这个 RL 的 infra，或者说 RL 的小 library 能够更方便的让这些想在这个领域卷的人去卷。对，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擅长这个事儿，我非常擅长这个类似软件工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可以重构代码，让代码看得更好用，然后用户体验做好。但是至于这个东西怎么调，我非常有这种生理上的反应。你不是不擅长，你就是不喜欢，不想排斥做这个事儿，对吧？是的，这也就是你大4做天授，天授我们等会儿着重聊。是的，所以你大2开始搞科研，搞了 Vizdoom， 然后到了大3是不是面临一个申请属研？是的，当时是什么样的节奏和状态？申请属研还是为了大4的申请，然后发了一堆的套词信，然后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然后后面还是这个我的导师帮我联系到了 Yosha Banjo， 然后我就过去了。对，其实我那段属研做的也没有那么的成功。我们当时是在 Mila 对吧？对，是在 Mila， 当时是18年，不对，19年的暑假。19年的暑假的时候，首先Yosha 是19年的应该是4月还是5月拿到图灵奖，然后我是在那个之前申的，所以还好。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Yosha 给我跟带我的 postdoc 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于 MOE 的东西。MOE 对，当时还没有 NLP 的 MOE。是的，首先这个跟2没有任何关系。其次这是纯这个 language model 就是 transformer， 然后并且当时没有 MOE， 我们不知道 MOE 是什么，怎么 work， 但是它有一个 MOE 的 idea， 就是有一个这个 router， 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 path， 然后让我去实现。所以他招了一个做 RL 的人去做 NLP。是的，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需要花
again 就是我不擅长学东西，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入门这个 Transformer NLP 这个东西，然后看着这个搓一个东西，但是搓一个东西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然后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这个东西要 work，首先你要有算力，你要有很强的这个工程能力，然后你要 scale up。当时这个一个人就几块卡，这个搞不出来 scale up 的东西，所以说你肯定搞不出来。哪怕方向是对的，那你也是搞不出来的。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命运就是在把你往 OpenAI 现在的这条技术路线上推？你先搞了 RL， 然后优秀让你搞 NLP， 这两个 pieces 你全部都冥冥之中你就在 OpenAI 之前你就全部都有过经历。你要真这么说，强行这么说也可以啊，就是马后炮是没有用的。对。在当时其实我知道你完全 get 不到，对，未来，所以你当时对 NLP 什么看法？在经历了那个暑假的时候，我觉得 NLP task 都是太分散了，然后，当时其实很多人就在想如何把 RL apply 在这个 language model training 上面，因为当时这个问题是还没有解的，因为 Transformer 直接在强化学习上面跑的话，它会崩，它很容易崩。然后大家都没有想出来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防止它不崩。然后后面证明了，就是你的环境要是一个这个纯的一个环境，然后你的 reward 需要是一个很强的 reward。什么叫纯的环境？比如说 text only，纯文本。那之前大家做的不纯的环境是指比如说你用 transformer 做一些 Atari decision 啊，比如说你把图像弄成一些 embedding， 但是或者说你把这个 Atari 的这个内部的游戏的这个信息结构化表示，然后塞到 transformer 里面，然后再跑。对，而且 transformer 是一个这个随机处理化的 transformer。我当时首先我没有足够多的 context， 我对于这个领域没有足够多的认识，所以我做起来就是非常挣扎。这个我觉得我如果现在回过去来直接来帮助我当时我，那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你是觉得就是当时就处在一个怎么都不可能把东西搞 work 的一个？是的，因为算力不够，然后这个对于这个当时的一些认知 MOE 的认知也不够，然后你哪怕就这么说吧，哪怕当时有了现在的认知，那还是做不出来。因为 engineering 不够，然后compute 也不够。对，受限于当时的这个资源，你就是做不出来。那当时可能暑研结束了，然后就回到清华开始准备申请。对，当时那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会压力很大吗？当时？其实就是整个人状态其实不大好，因为暑研没搞出来，这个周围的同学这个比如说去 Stanford，去 CMU 暑研，然后都搞出来很多东西，然后发 paper 都有一做 paper。通常来说你是要发个一做 paper 的，不然的话你会被别人刷下去，这个就很卷，没有办法。所以说我做完暑研，然后其实只拿了一个推荐信，但是我也不知道推荐信里面写的什么样。然后就是挺没有底的。申请结果怎么样？后来我是对着 PhD 申请的，但是我只拿到 Master。因为那个时候我大二。OK， 你申请的时候，我应该刚刚大一大二，然后每年知乎上都有那种19 for 你的申请结果怎么样，20 for，当时我就看到了你的回答，然后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当时你就因为我看你履历说图灵奖强推怎么样，结果最后我当时看到你申请结果不好，就没升到 PhD。当时我就觉得哇，竞争这么激烈，你自己作为当事人经历那样的申请季，对你来说是一种挫败吗？可能还有一点吧，但是后面来看也还好。就是首先我在当时的那个环境，我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的小环境的影响。PhD 是要比 Master 好的，
这个应该是整个清华内部的那种氛围，那种鄙视链。是的，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很难摆脱这个影响的。然后即使是国外的 PhD 跟 Master 跟国内的 PhD 跟 Master 都是一样的，就是 PhD 要好于 Master， 因为大家会有一种固有的认知，说这个学历越高越好，对于今后的这个发展会更好。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是不成立的。真的取决于到底干什么。然后当时的话，我确实是有一点失望的。然后，我其实也花了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然后后面觉得我一直以来应该都是想做一些就是让自己与众不同的事情。就是说，你当时可能在尽力的挣脱出固有的那种评价体系。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就是 GPA 不是唯一的一个评价体系，你需要自己在大学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评价体系，然后为这个评价体系去奋斗，去让自己开心。你即使在 GPA 拿到第一，那么你可以跟往年比一比，跟这个就是其他学院比一比，跟其他学校比一比。这个反正有的是人，就是他并不能说你有多么好。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就是从一个需求方的角度看，就比如说，如果你的最后目的是找工作，那么找工作的人会看重什么？他会更看重你的这个相关的经验，他不会那么看重你的 GPA，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如果你是有当前这份工作很匹配的经验，那么其实可以抵好几年的工作经历，哪怕你是一个 new grad 都没有问题。因为招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招进来能用能干活。所以你在本科时候认识到这一点。我在后面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在 master 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但你本科其实还是在那个评价体系下面。我本科我尝试挣脱这个评价体系，但是我挣脱了一点，还没有完全挣脱出来。那一点是什么？就是我意识到了应该要创造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其他人提供的评价体系。我采用了非官方的评价体系，就是我的导师给我推荐的评价体系，就是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就是计算机系的评价体系，就他认为的有3个指标，一个是论文，一个是比赛，还有一个是 GitHub 的 Star， 3位数以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给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领域。我其实可以在开源社区搞一些事情，然后让我有一些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对于自己的长期的发展是更好的，而不是说这个你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学 GPA，就是刷 GPA 这种事情。这个我有同感。我觉得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也是很早我就意识到 GPA， 特别是本科的 GPA 是一个3年之后、4年之后你都不用写在简历上的东西。是的。但是呢，那3年4年里面的本科生又不得不把自己80%-90%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因为无论你是找工作，还是申请出国，还是要保研，都是看 GPA。对，你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的？就是一个3年内重要无比的东西和一个3年之后完全不重要的东西。我会最低限度的投入就是我会花时间，最低限度的时间来让它达到我想要的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再往上一点我都不愿意投。对，多1分都不想花时间啊。对，多1分都不想花时间，够用就行，够用就行。就你这个其实挺简单，你就算一下这个，就比如说在期末考之前算一下这个，你现在已经多少分了，然后你就可以安排一下这个考试到底要不要复习。对。也就是说，你觉得如果现在 GPA 够了，你宁愿那个课考60分，你不管了？是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对，然后可能60分不太够，就是比如说这个87分，87分是 B 加，然后这个我就很满足了。对，你觉得你挣脱了这种吗？因为比如说你出国这种选择是那种评价体系给你带来的，是那种氛围给你带来的。不是，当时的氛围其实已经是就是在国内读书比国外好。19年，19年已经是了，嗯，对，就是差不多清华会有只有20%左右，但我们那届更少，因为 COVID 的，然后只有5%去出国。你应该是19年12月申请季，对不对？对，所以你应该是还在等 offer 的时候就 COVID 的了。对，然后你应该比如说拿到 offer 之后，美国领事馆就关了。对，你还是坚持要出国？是这个是个很难的选择。因为当时应该是有 COVID 有疫情，然后国际政治局势又不很动荡，那你个人的未来还要和这两个息息相关。对，那种不确定性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更专注于手头上的事儿，比如说在家里写天授，在家里写这个退学 online，写这个 Visa 查询系统，这个我就是只是转移注意力，不要天天去关注一些宏大的国际叙事，而是专注于手头上的事情，这样可能让自己内心更平静一些。好，那我们就聊聊那段时间的两个项目，第一个是天授，第二个是退学 online。我们先聊聊天授吧。天授刚刚其实你已经讲了，天授你说动机是因为你觉得当时环境太 overfit 了，然后 RL 其实算法的创新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这个 infra 或者说这个好的一个 implementation。跟我们讲讲为什么做天授。起因是就是首先我在19年12月我就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我其实已经写了很多的 RL 的一些实验的代码了，我为什么不把它们整合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实验跑得更好？这个是出发点。然后我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一月放假，然后2月就看了一下这个RLlib 的代码，就是在 Ray 下面的 RLlib。然后我本来第一步想的是用 RLlib 来看看能不能改一改，然后来去支持我自己的实验。然后我看了1个月，太复杂了，抽象太多了。然后这个一个 RLlib 有快几十万行代码，然后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然后我又根本不知道我要改的东西我该怎么实现。然后就决定不干了，就直接重新手录。推倒重来。对，推倒重来。我特想知道，就是你当时做这个事儿，其实还有功利的考虑吗？因为很多人那段时间就是想做一个 blah blah policy optimization 的 NeurIPS paper。没有，我不想发 paper， 我觉得发 paper 完全没有意义。跟我们讲讲为什么？为什么你已经挣脱出这种评价体系了？首先，我已经有 paper 了啊，我觉得多一篇少一篇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并且我申请已经够用了。然后比赛我也有了。GitHub 3位数可能算有，就比如说我自己搞那个课程 repo， 但是那个是不是正儿八经的？我还是想有个正儿八经的3位数。是。好，那就是天授。当时看了 RLlib 之后不好用，然后你当时对 paper 没兴趣。对，但你对开源代码是很有兴趣的。是的，你对一个好用的、能够推动这个领域前进的一个开源代码非常感兴趣。对，做这个事儿有多难？当时做天授很简单，2周，只要2周。第一版没有。第一版有什么算法？好多算法，就是你对着那个就 paper 实现一下就好了。OK，对，就是如果你把抽象搞对的话，那么实验算法可能就是20行不到一个算法。那为什么你2周就能搞出来一个第一版 RLlib 能写几十万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最开始设计有一点问题，然后因为可能像合作的人多了，然后大家都往里面贡献代码，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整个项目会逐渐的腐化。所以你是一个人手录的？对。所以这种一个人高效的迭代，然后做好一个顶层设计之后就去执行，对，你觉得反而会迸发出更大的力量？是的。
就是我觉得代码可能，或者说一个项目吧，这个更多的有用的东西是 consistency 一致性。如果这个项目是从头到尾都是一致性的话，那它就是个好项目。像比如说很多这个项目的孵化都是由于不一致性，就比如说2个人或者说10个人的话，就是每个人写了点代码，但是每个人其实都不太知道对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些 assumption， 有些假设就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传递，然后会导致比如说像这个代码在很多地方去复制粘贴，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不断导致这个代码越变越膨胀，然后去孵化。你觉得当时天授一炮而红吧，可以说挺受欢迎的。你觉得天授做对了什么事儿？我觉得他抓住了用户需求，就是 researcher 或者说当时的科研的干活的人，其实都有一个需求，说这个有没有好用好改的 R 的框架，它能直接用。然后因为天授整个代码短，然后抽象做的还可以，就是你至少如果研究一下，然后你会发现，你如果改这个地方就一定会对，而且只有这个一个地方能够改，并且就是如果你要支持你的这个 feature 的话，你只有改这个地方才能支持。对啊，就是说别人想改什么地方，你的设计已经把它设计好了，对，就只能改这儿。是的，是的。然后像这个就是应用性做的还可以，然后想跑什么算法都有。所以当时 PyTorch 第一版是你一个人写的，对，后面他们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多人的 project 了吗？它就变成一个开源的东西了，还是的，组内在维护？变成开源的东西，组内其实没什么人来维护，对，就是直接 open source 的。那你是怎么避免天授不发生你刚刚所说的很多人在一起就不 consistent 这种腐化的问题的？初期的话是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所以说我可以一个人把所有东西全部包了，然后这个肯定是 consistent 的。虽然说这个现在看来不太好，对于长期发展不太好，但是对于当时的还是够用的。然后后期的话，就是因为我的重心，因为我入职之后可能就没什么时间了，然后我会直接转移给把整个维护权转移给就是社区的人，然后如果他们觉得是对的，那他们就做。就是如果有一个拍板的人，那么这个事情应该就是 consistent。现在来看，5年了，天授对成为一个社区的 effort，你觉得现在腐化了吗？有一点，确实有一点，因为我的 context 跟继任者的那个 context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会重写我的一部分代码，就是我们俩其实没有那么的 consistent， 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腐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长远来看这是可以接受的。对。第二个 project， 我也是用户退学。你为啥？你不是当时我大2嘛，但后来辅研？对，我暑研的时候也要约签证，OK，然后当时也是需要找最近的时间。OK，然后对，当时为什么做这么一个事儿？我自己有需求啊，就是跟这个做天授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的需求我找了一圈，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所以说我就手撸了一个，就是不然没有办法。因为当时你应该处在一会儿这个领事馆有关，那个有领事馆有关。对啊，然后实时的知道哪儿有签证的。然后我觉得我有这个需求，就像比如说最开始我有收集这个上古学长的这个作业的需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有这个需求，所以说我就开源了。然后就我有查签证的需求，然后我就这个写了一个这个签证的这个爬虫，然后我就开源了，然后直接免费给大家使用。这个很受欢迎啊！我昨天晚上看总点击量100多万，还是当时就100多万，那现在可能1000多万，1000多万了吧？但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关了，就是因为 COVID 过了之后，然后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需求了，所以
并且这个美国领事馆升级了这个网站，然后当时的这个爬虫用不了了，然后我也没时间写了。对，所以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俩都不是太功利的 project，是的，对吧？是的。第一个你也不是为了申请，那是已经发生在你申请之后了。对，你大可以那段时间，虽然说 COVID 不能旅游，但是你大可以干点其他的放松的事。对啊，是啊，是啊。然后退学也是一样，对吧？也可以自己弄完之后，所以你还是有一种很内在、很强烈的冲动，想要去创造一些你觉得有用的、自己需要的事儿，然后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所有人。是的，就是我想做一些就是能够这个产生影响力的事情，就是哪怕是亏钱也行。就是比如说做慈善。我觉得这个做这个天寿跟做这个退学 online 都是做慈善。对，就是完全 non-profit。然后做这种慈善项目让我感觉非常满足。所以相比钱，其实 impact 会让你更满足。是的。你觉得你对 impact 的这种追求多久来的？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为什么会和 impact 相关系？可能说来有点奇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突然某一天高三的时候有个 idea，就是突然从我脑子蹦出来，有可能是就是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往过去的我发送一些信息，然后我意识到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那么你的游戏的结算分数是记得你名字的数量的人没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需要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你是高中突然有一天你就意识到，是的，这个东西很重要，我想要让在我死之后，在我死的那个瞬间记得我的名字的人越多越好。是的。直到今天你还是以这个度量标准？可以算是。那我想再往深了问问，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我当时不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我尝试了几次，发现这确实是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我的做的东西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的话，那么我就是首先我自己认可我做的东西，其次他人也认可我做的东西，然后我会从他人那边得到一些正反馈。这个可以直接和名望、名气、fame 划等号吗？不太行，因为有一些名望名气可能是不好的。就比如说你坐上了什么什么位置，那你确实很有名望，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名望，在别人看来，可能对别人的收益可能不是那么多，就是有可能是负面的。我想要的是那种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你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好，这个是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就是我可以尝试的力所能及的对我身边的人好，做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所以这个度量标准是做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儿，让更多的人记得你。对。如果我要挑战一下这个观点，我会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呢？你为什么需要别人记得你？你觉得想让别人记得自己，想要很多人用你觉得你造出来有用的东西，这个冲动本源是什么？是你害怕被忘记吗？不是。我觉得人生其实也可以算作一种体验，就是你既然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那你为什么不就不要浪费了这段旅程？对，但是为什么不浪费这段旅程，得让别人记得你？我发现这儿有一种很有趣的张力啊，因为你刚刚第一点说你想挣脱一些外部的评价标准，比如说 GPA 啊，比如说高考或者怎么样，别人觉得 PhD 比 Master 好，但另外一方面，你给自己的这个内生的这个 intrinsic 的这个标准，又是外界的对你的认同，但这个认同并不是官方的认同，就是不是既有评价体系的认同，是共识。OK， 所以你想要摆脱的是，
现有体系和成规的那种评价体系，对，但你更想要的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给你点赞。是的，所以这个点赞可以变成你的 GitHub 的那个 star， 对，可以变成退学的点击量，对，可以变成比如说你现在 Google Scholar 的 citation， 也可以变成你现在 OpenAI 的 model 每天做多少次 inference。对，你会担心你的这样的标准会变成新的一种成规吗？就是那可能以前上一辈的人是拿 GPA 评价年轻人，那当你成为再上一辈的时候，你就拿 impact 评价下一辈的年轻人。我只是对我自己这么要求的，我不会对别人这么要求。所以你并不觉得你的标准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是的，是的。所以你不喜欢那种被外部的标准推着走。是的。那会不会出现你自己的标准推着你走的这种情况呢？目前还没有吧，就是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改自己的评价标准。所以你虽然你有你的标准，但是你不是这个标准的奴隶，就你有你 impact 的标准。是的，就是哪怕你不会为它所困。对，但是就比如说我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都没有这个开源项目了，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扰我的事情。我倒觉得不担心，我觉得 OpenAI 的 model 就是最好的。是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么认为，对。因为评价体系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一个操作，能够快速的筛选人，所以说它这个社会发展方式就会收敛到这种策略上，所以说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哪怕你是这个评价体系，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你都是胜出者和受益者，其实你也不喜欢这个评价体系。是的，就是其实应该更个性化。这是清华，然后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疫情的那段时间，你申请到了 CMU， 应该本来预计是应该要20年9月入学的。对，当时应该疫情第一学期过去了嘛，上网课就直接在家上网课，一直在家上了1年。对，但当时其实你是不是一入学就得想着找工作的事儿了？对，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那个过程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吊儿郎当的，然后就应该是投了18家，然后最后只收到这个 Google 跟这个 AutoML， 就是陈天奇老师的公司。然后当时想着，如果我手上只有这2个 offer， 那我肯定去 AutoML， 我不想去 Google， 因为去 Google 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怎么评判的？就是你在大厂当螺丝钉，然后做一些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事儿，就比如说前后端，然后后面就稍微想明白一点，然后后面就再去面试，然后拿了当时的晃方当时说要搞一个AI Lab， 就是后面的 DeepSeek， 对，我当时是拿了 offer， 对，然后但是我没有去。然后你去了 OpenAI。是的。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如果开天眼的话，你当时面临的选择是 DeepSeek versus OpenAI。是的。所以当时哪怕是幻方那个，也不是去搞量化，而是搞 AI。幻方那个就是搞 RL Infra。对，如果我没有其他 offer 的话，那我会选择幻方。其他 offer 是指 Octo 之外的其他？不是，是比如说 OpenAI 跟我当时应该还有英伟达。英伟达也是搞 RL System， 然后费尔其实也是，但是费尔最后由于一些流程原因把我拒了。OK， 所以你当时面临的选择应该是幻方、OpenAI、英伟达、TikTok。对。费尔可能有，然后在这样的选择下面，你最后选择了 OpenAI。对，这个选择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是 before ChatGPT。对，所以你当时其实你是不知道 ChatGPT is coming 的。对，所以这个选择是怎么做的？首先我觉得这个 OpenAI 之前一直在做强化学习 ，OpenAI 跟 DeepMind 就是当时 RO 里面搞得最好的两个 research lab。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能进，那是就是也。我其实当时没有想着这事儿，我没有想着这个我能进这事儿，然后我能进，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能够有一个机会来体验
就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 research，它是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像这个就是小作坊一样，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然后就几个 PhD 手搓一个东西，然后没有一些方法论，然后去做一个项目，就我感觉非常别扭。然后我想去学习它到底是怎么样有个方法论去进行一些工业界的研究的。那你当时去 OpenAI 的话，应该是直接是 John Schuman 的组是的，就是张师曼招的我。啊，是他面试的你。对，就我非常感激他，就是我非常感激他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哪怕他离职了，就他离职的那一天，我还难过了一个下午，然后把电脑关了，然后什么都不干。所以他当时其实是很欣赏你的。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有问过他吗？有，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首先他觉得我 GitHub 非常漂亮，他其实也认可我这个评价体系。对，然后因为他这个应该是他的评价体系的一个指标，然后之前也没有人意识到，然后并且就是招这么一个有良好的工程能力的这么一个人进来的话，对于任何的项目都是有益的。所以你们面试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你有怎么 impress 他？就是可能最后一轮面试，就是他出了一道题，然后出了一道非常 end to end 的一个题，然后很开放性，然后他给我3个小时，然后我花了2个小时就做完了，就从头开始写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做完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就展示了一下，然后说这个就。虽然展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 bug， 然后但是我现场修了一下，然后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反正就是可能他认为我既有一些工程能力，然后同时确实实力还可以，然后就把我招了。对。然后他的这个面试题只给2个人测过，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应该是还有一个是 Andrew， 就是现在做 Codex 的那个人。对，你们俩都通过了。对，都通过了，所以通过率是100%啊，是的。好，我们马上聊 OpenAI， 但是在 OpenAI 之前，我其实特好奇，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考虑过读 PhD 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接触的一些工业界的人会发现，就是读 PhD， 就是如果你想进工业界，那么读 PhD 就是浪费生命。你完全可以以 Master 为跳板，然后来凑够 PhD 进工业界的标准。比如你可以在 Master 或者说你可以在本科的时候攒够 citation， 然后做出一些能够让你与众不同的一些项目，然后让你可以跟同时期的 PhD candidate 同台竞技，然后再看看有什么你可以做的，能够让对方挑选 Master 的你，而不是另外一个 PhD。我觉得是想清楚差异化，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你很早就想清楚，我未来一定是工业界。对，因为我觉得学术界教书或者当教授太卷了，然后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还要去为了一个项目去拉 funding 啊，然后那还不如就是感觉限制很多。那比如说我们是个公司，我们要招，然后有同样的 master， 有 PhD， 你会不会觉得这2种它其实培养的能力都不太一样？因为 PhD 更多要培养你的学术的能力，对吧？对，你要怎么写好一个 paper， 把故事讲圆，对，然后图画的漂亮，然后把这个宣发做好。你觉得这事儿重要吗？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它可能某种程度上有锻炼，但是那如果和像你这样比较极致的工程能力相比，你觉得这2种能力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会怎么评判这2种谁更有价值啊？现在的时代呢，当然是工程能力越好就更有价值。但是放在当时那个时间点的话，那还真不好说。就是，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我2个都尽量去满足。你既反正也发过 paper， 对，然后开源的 infra work 你也做得很 popular， 工程能力也够强。那为什么现在你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工程能力是第一位的？我来引用一句我同事说的话，就是
我同事之前也是 RL 的一个 PhD，然后搞了一个很出名的 RL 的 framework，然后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教一个 researcher 如何做好 engineering，要远比教一个 engineer 如何做好 research 来的难。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一些这个就是 research lab 的一些这个前沿探索，它其实拼的都是infra 的正确性。如果你 infra 正确，那么就是看你单位时间内你能迭代多少次，因为你反正 idea 你大家大不了找人讨论一下，然后 idea 就出来了，然后你就验证，你只要能验证好，然后你就相当于这是你的 research work。然后你其实不要又动那么多脑子，就是动脑子的人可能是因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浸染了很久的人，就比如说Alec，然后他在这个领域从一开始 GPT 1的时候就开始弄了，然后他可能有很强的这个 research 的直觉，那他动脑子比普通的 PhD 动脑子更有用。然后你就找他讨论就好了，就是 idea 非常便宜，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你在单位时间内能够验证多少有效的 idea，并且要是正确的 infra，对正确的结果，对，快速的迭代。是的，而现在的 PhD 不具备这个能力，或者说，没有以这个为重点，因为这个对他们而言不重要，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学术培养体系在于如何有好的一个学术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其实公司里面也有人会有，因为你只要在这个领域工作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你就会有一些研究直觉，然后你就会意识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 idea is cheap， Yeah，而有一个很强的 engineering skill， 把这个 infra 搭对，快速的迭代，这个事儿你有了之后，你验证 idea， 可能 agent 都能搞。是的，因为我的认知范围内是每一家的 infra 都有不同程度的 bug，然后谁修的 bug 越多，那谁的模型训的就越好。所以 Llama train 不过 GPT 是因为 Llama 的 bug 太多了。Maybe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能会这么猜测。所以你很清楚的在很早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整个这个 pipeline 要 work， 关键不是你的那些算法的创新，而是正确的超参、正确的 infra、好的 system 的让你快速的迭代。是的，然后并且我不是很愿意去做这个 research 调参这个事儿。对，这个来说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就是我更喜欢卖铲子。你喜欢有一个 playground， 你把根基搭好，让别人去玩，别人去发论文，对，你不管啊。对，然后别人发论文的时候可能可以带上我啊。对，然后你就发现，就是 OpenAI 很多这个 model release 都有我的名字，这个就是因为我在 OpenAI 的内部搭了整个 post training 的 RL infra，所以整个 post training 的 RL infra 你是最核心的贡献者。是的。然后因为大家在之前都是用这个整个 post training RL infra 来去训这个 RLHF 的模型，所以每发一个大的 release， 每发一个大的这个模型的话，这个我的名字就得放上去。所以你可以算是每一个 OpenAI 背后的 model 都有你，因为你喜欢卖铲子。对，然后并且我是卖铲子这个最面向客户的那一位，因为这个RL是这个整个 infra 的最顶端。生态位很高，对，所以说这个如果太底层的话，你也这个名字可能也不太。你如果写个 data loader 或者 storage， 是的，可能没有那么那个。是的，但你 RL 每个人都想要的一个东西。是的，好聪明啊！我之前也想过，就是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应该怎么发展。然后我当时又定了一个指标，我要最大化我在 OpenAI blog 上出现名字的次数。你真的很会给自己写 reward 啊。对，然后这个 reward，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那你肯定是先 infra， 因为你如果做这个单个的 research， 这个不能 scale up。然后如果你做 infra 的话，大家都用你，那所以说你可以 scale up。对。
然后并且我又擅长写 RL infra，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机会。这事儿基本上你进了清华之后，这事儿就是你的主线 RL infra。对，在今天你还会鼓励，因为你已经过了这个选择了，但我们这个播客的很多观众可能还在本科，可能在硕士，他们还在犹豫工业界 versus 学术界的这个选择，你会怎么帮他们去思考这个过程？特别是在2025年，在这样的格局下面，长远来看，我还是觉得学术界没有，就是现代学术界应该要被重构。但现在对自己的未来有抱负的那波年轻人，他们希望像你这样做出 impact 那他到底是去读个 PhD， 还是尽早进入工业界？我觉得还是尽早进入工业界比较好，因为读 PhD 的话，你不知道你 PhD 毕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毕业之后，这个范式已经来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就没什么用了。如果你的目标函数就是进这个 AI lab 的话，那么你要先弄清楚一点是 AI lab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更需要 infra 的人，那么你就多做一些 infra 的活，哪怕你没有 PhD degree 也没有关系，因为更重要的是看你的这个经验，能不能 match 有没有用。所以现在你觉得 AI Lab 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还是 infra，对，infra 是一个无底洞，就是research 的话，就是有 research 直觉的就那些人，因为你从 ChatGPT 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比如3年以上的人，就屈指可数。然后当前的问题还是在于 infra，你能不能 scale up？你 scale up 有多少？就是单位时间内你能迭代多少次？然后这取决于了，就直接决定了你的这个生产效率。那听起来不是对 PhD 特别友好的一个环境。现在是的，可能这个也牵扯到一个 gap。我觉得这个我们俩都有很深的体会，就是因为 RL 的研究，学术界就是对着 Atari、Mojoko 这几个 task 是的 overfit，是的，调过来调过去，就是比你我在100K 的时候谁分数高。对，但是工业界完全不 care 这个，工业界做的事儿是用 RL 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是啊。然后我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当我在22年的8月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已经逐步的停止了天授的开发了，因为天授还是针对这些 TOEIC benchmark。对，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更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比如说在 OpenAI 内部搞好 RL infra，所以我就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就是维护啊或者开发这个 RL infra。其实啊，你这个认知其实在22年算是很超前的，绝对不是共识。对，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打破信息差，写一篇 blog 来劝我别搞？我害怕我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这个 OpenAI 会说我这个泄密之类的东西。对，万一呢？就虽然说也没有那么泄密，但是，对吧？好，我们聊 OpenAI。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刚刚咱们已经提了很多了，但是你在 OpenAI，你是世界上极少数从 ChatGPT 3.5、GPT 4、GPT 4V、GPT 4o、GPT 4.5到 GPT 5背后所有的核心贡献者都有你。可能有的人贡献了前半部分，有的人贡献了后半部分，但是你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你最主要的贡献，我会说是3个词：强化学习、post training 和 infra。对，这些技术和背后的故事我们等会儿细聊。但是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可能会很好回答，也很不好回答。什么是强化学习？如果有反馈，如果你可以把一个环境建模，然后去环境中得到反馈，那这个循环就是强化学习。通过那个反馈让它越学越好。是的。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 post training。什么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 post training？ 当时还没有 post training 呢，当时这个当时这个 team 叫 RL，然后当时根本
没有什么 pre-train post-train 的这个区分。所以你刚进 OpenAI 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事儿。对，但是你刚进 OpenAI 的时候 ，ChatGPT 已经是主线了吗？不是，当时刚进 OpenAI 的时候，就是就只有那个 John Schulman 下面的 RL team， 然后再去做一个这个 Web GPT 之后的一个版本。Web GPT 是一个用一个 3.5 的模型去做，应该是做这个 browsing。但是当时这个 browsing 如果直接用 3.5 做的话，那效果可想而知就很不好，因为这个 browsing 需要 tool call。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退而求其次，先把这个用户交互的这个体验先做好。那唯一的要解决就是 chat， 然后 chat 就可以通过这个 instruction following 这个方式去解决，用 RLHF 的方式。对，所以你当时进去的时候 3.5 这个模型已经内部都有了。对，然后有，但是当时的 PPU 的那个 pipeline 非常不好用，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用的最广的是 3.5 的 SFT， 然后在那边迭代了好几次，然后后面才有4，然后后面这个4Greg 写了一个专门的这个infra 来去支持如何用这个GPT-4的这个训练的 infra 去支持强化学习的训练。所以你加入的时候是22年7月，对，那个时候 3.5 已经是整个 OpenAI all in 了嘛？因为距离 release 还有几个月，对吧？对，你们内部当时能想象 ChatGPT 有这么大规模的成功吗？没有。你当时能够，当然你可以内测那个 model， 对吧？对，你有意识到这个是要 game changing 的东西吗？没有，你也没有当时感觉到，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呢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不足的东西，就是我第一次用可能会觉得说OK 这个是个会说话的模型，那也就这样吧。然后用了几次发现这个可能够帮我解决一点代码上的问题，那也就这样吧，但也不能帮我解决那么多。然后我用了几次也没有那么想用，因为它能帮我解决的问题有限。因为你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然后你也不觉得它那么突然。但是比如说我后面展示给就是发布之后展示给身边的人看之后，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突然，然后这是我没想到的。对，那当时 OpenAI 已经整个公司在22年7月 all in ChatGPT 了吗？没有，就只有我们组在做。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就是 ChatGPT 的这个那个 blog， 它往下拉，然后它有一个 contributor， 然后招生们应该是排第1位，然后后面的12个人一直到招生家，然后为止这个招生家之前，然后招生们下一个是 Barrett， 然后 Barrett 到招生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组的所有人。那是什么时候你意识到我在 OpenAI 的工作真的引爆了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发 ChatGPT， 当时我在开 NeurIPS， 它是11月30号发的，然后12月，然后当时就是过了几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就我周围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这个 ChatGPT 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觉得很有用，然后并且还把这个 OpenAI 的服务器打爆了好几次。对，那就是跟我当时退学一样，就是我退学的服务器也被打爆好几次，然后那可能就是产生了这种那个有需求，对，自宣发的效应。对，就是大家都是自来水，会自发的为你宣传产品，那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投入的东西，就值得你投入精力的一个东西。其实听起来这个从你加入 OpenAI 做这个事儿，包括 OpenAI 内部能够推出 ChatGPT 这种东西，好像都不是谁计划出来的。是的，可能是一系列的半偶然半必然的因素，对，而且化学反应。是的，而且当时就是发那个 ChatGPT 也只是为了就是能够看看能不能收集一些这个真实数据的这个用户数据，然后收完之后可能5天之后关了，如果没人的话，就我们期待可能是一开始有什么1万2万，然后后面就跌回，然后就没了，就这样。然后实际的 curve 呢是实际的这个就有指数。对，
好，这是 ChatGPT 突然当时的爆款的成功。我还特好奇，你刚去 OpenAI 的时候是什么体验？这个公司给你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我感觉是一个大号的一个实验室吧，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这个有方法论，但是就是有很多很强的 research 直觉的人在里面，然后他可以指明方向，然后就做就好了。但是从这个 Barrett、Luke 跟 Liam 来之后，这3个人从谷歌来之后，然后加入 John Schulman 的 RO team 之后，然后我们组就变了，就开始引进这个谷歌的先进生产力来开始迭代。对，就是谷歌还是非常牛逼的，就是有一张图是这个单位时间的迭代次数以及成功率，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个正比。所以单位时间迭代的越多，你的成功率就线性的往上走。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RL 的 curve 啊，因为 RL 就是不断 trial and error and trial 嘛，就是你不断尝试，然后尝试到一定次数，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你的那个目的。那其实很多生活中的这样 case 其实都是 RL。所以当时你们引进的那个先进生产力是一种哲学理念。是的，就是说我们先不要去想什么天才的 idea、天才的算法，是的，我们把 infra 打好。对 ，infra 让我们从1周迭代30次到1周迭代300次。对，差不多。我看到有个采访，有人问 Sam Altman OpenAI 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之所以 OpenAI 呢可以做出杰出的科技创新，是因为在一个人才密度极高的小团队里面，任何平庸的表现都是不能被容忍的。是，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我赞同，因为人才密度如果上去的话，然后你可以自发的涌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换一个环境，就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是很平庸的话，那可能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然后就做完自己的就好了，然后就可能会拖延。对，当时你去的时候 ，OpenAI 应该是个几百个人的公司。我是280，你是280，对。现在 OpenAI 应该上几千人了，3000多了，3000多，所以10倍了。对，3年的时间。是的。那你觉得 OpenAI 还能保持曾经的这种小而美的团队，做出硬核创新的风格吗？我觉得这个概率是下降，但是没有下降那么厉害。对，但你总是可以划分出来一个小团队，然后去专门去做一些研究。那你觉得 OpenAI 的领导层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努力，能够在这方面避免的比较好吗？还是能够让小团队，然后人才密度，然后硬核的创新？比如说简化一些这个组织架构啊，然后把一些不合理的一些 meeting 全部给取消掉，然后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组织架构更重要一些。什么是一个高效的利于硬核创新的组织架构？信息流通通畅。怎么理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决策，然后可以无损的传达到下面，然后下面有做什么最新的进展，然后可以无损的传达到上面。不然的话，你可能上面做决策的跟下面干活的这个可能就是想完全不同的2个方向，然后进不往一处使。OpenAI 是怎么做到这个好的信息流通的？首先，像 Sam 跟 Greg，他们会有专门的。就 Sam 的话，之前是会有专门的一个研究助理来去帮他去了解最新的一些公司内部的研究进展。Greg 那不用说了，就是他整个 infra 这个底下几乎都是他参与过的，对，所以说他们俩对于这个技术是非常熟悉的。然后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技术的敏感性。至少要知道这个当前做这个东西到了什么地步了，然后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然后会有什么用。所以这个事儿得是1把手、2把手这样的人，他得愿意栽进去，钻研到细节里面，了解到公司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我觉得管公司跟管代码库其实也有很类似，就是 consistency。你如果不 consistent 的话，就不一致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像一个人，这个比如说就像一个拼砖的人类，这个他的身子动了，但是脚没动，那就很奇怪。好，那我们聊聊 post training。
我们先从3.5开始聊吧。但是实际上3.5的这个 PPU 其实也没有调通那么多，我是先调通了4，因为3.5当时是用旧的那套 infra， 然后新的 infra 是这个24年8月刚刚好，然后我就先在新的 infra 上调通了这个第一版的 PPU， 然后用4跑的，然后就是应该是22年9月的事啊。哇，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当时3.5出来的时候，其实内部4早就有了。对，而且 RLHF 是先在4上调 work 的，是的，然后再在3.5上成立的。是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其他组其实也帮我们踩了不少坑，我们就用了这个已有的一些 pipeline， 能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主要还是自己就主要的一些东西，还是像比如说 reward model 怎么 train 啊，这还是自己 train， 然后数据怎么收集也是自己收集的，然后像这个 infra 到底出什么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好。那在当时想把 RLHF 搞 work 有什么关键的挑战和突破？我觉得就是你应该怎么去衡量这个性能是什么样的，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性能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的意思是你训练了很多个 checkpoint 之后，你不知道是不是变得更好了？对，就比如说这个单一的 reward 是会发生这个 reward hacking 的，有可能它的这个 reward saturate 就变成一条直线，就慢慢涨上来，然后变成一条直线。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个如果人类有个 reward 的话，那它可能先上去，然后再慢慢往下掉，这就是 reward hacking。然后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知道哪个 checkpoint 是真的比其他的 checkpoint 好。所以说，选 checkpoint 其实也是个技术，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去选 checkpoint，就是直接建了一堆这个 sampling based 的 eval， 然后来看一下每个 benchmark 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但是更多的就是那个 benchmark 其实只是个数，然后如果它过了一个数就好了，也没有，也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因为你每次跑一个 model， 然后它的那个这个方差就非常大，就很有很多噪音。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最后就是你真的拉下来看一看，然后跟他交互几次，然后看一下，就比如说对于自己的一些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然后多找几个人来看，然后来大家投票。所以就是eval RLHF 还是用 HF 来 eval。是的，只能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技术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你相当于第一次在工业级的 level 上搭 RL infra。对，你觉得这样的就是大模型需要的这种大规模的 RL infra 和你曾经搭过的像天授这样的 single task 或者 toy task RL infra 的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区别非常大，因为toy task 的 bottleneck 在于环境。因为它的模型很简单，你不管是训练还是采样这个 action，都是非常便宜的。但是 RL Infra 的话，就是你的模型很大，但是环境非常简单，环境就是一个 prompt。然后，但是模型采样的话，你要考虑如何高效的采样。然后训练的话，你要考虑高效的训练，因为这个东西是可能对于环境提供这个 prompt， 这个可能就几微秒。但是这个跑一遍这个 inference， 跑一遍 training， 那可能就是好几百秒或者几千秒也有可能。就是如果你 GPU 少的话，那你觉得未来的这些 model 比起 3.5 比起4有什么新的挑战？就对于 RL infra 这一块来说，我觉得还是性能上面，或者说 scale up， 如何 scale up， 就是说怎么能够用更多的 GPU， 怎么能够更高效的吞吐。对，是的。那就是牵扯到不单单是 RL 的部分，还有模型的 inference。对，就可能更 end-to-end 的一些，并且就是会深入到一些这个实现细节当中，然后去做一些 end-to-end 的优化。那其实你做的是一个相当 intersection 的一个部分，就是既有 RL， 你得懂 RL， 然后你得懂 ML6， 对，然后你还得懂 language model 是怎么 inference 的，对吧？这些你得明白。是的。可能不在那个位置，说实话，学校的学生是学不了这种东西的。是的，就是那个位置非常锻炼人，然后还很累。然后后面就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做的确实非常累，然后还进了 ER，就是加班加太狠了，然后脑子疼，
然后受不了，然后就到医院看了一下，但是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你那个时候工作强度有多大？就是早上醒来一直写 debug 或者说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一周7天，一周可能平均6天，对吧？但是就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说还是，首先你要有这个身体，你要确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说，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周2次跑3000。但是我之前这个在清华的时候上体育课就是3000不及格，然后完全不会跑3000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自发的就意识到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好羡慕你过去2年在 OpenAI 干的事儿，因为你能够 explore 的是世界上大部分99.99%这个方面的 researcher 和 infra engineer 完全他没有资格去碰的东西。你有先天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你在最先进的 model 上，然后可以做这个优化，然后你每天都在未知的领域探索，而且你知道你的探索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找到这个答案的。但是我觉得我做也是一些很 trivial 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日常维护，并不需要那么多这个智商。就不需要太多智力上的。是的，就是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做对就好了，然后方向很重要，然后你只要在对的方向上，做一些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那你觉得 RL for 大模型这个东西还需要 breakthrough 吗？还需要那种大的突破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范式已经在那儿了，就是咱们把东西 infra 拉上去？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你 again 就是不能以当前的这个状态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有可能有新的范式，有可能有新的 RO 的范式，也有可能有 pretrain 的范式，都有可能。所以说每天都是得面对一些未知的挑战。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很幸运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把我换做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有我的 context 的话，他应该也完全可以胜任。对，所以说我不觉得这个是只有我能够做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就是你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类，他应该也可以做。你太谦虚了。展望未来5到10年，你觉得还有什么有待探索的地方呢？就最大的挑战会在哪儿？现有的模型的能力的瓶颈，然后我们需要看到什么样的突破？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还没有 scale up 完全，先等它这个慢慢 hill climb，先等它慢慢的从large scale RO 的一些一些实验里面，然后看一下它最多能到多少性能，然后再去看之后还有什么要做的东西。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有 scale up 完全不是说 compute 不够，而是说现有的性能我们还没有榨干。我们先把它现有的方法和现有的 compute 给它榨干了，我们再看看我们推到多久了再说。并且还有很多 infra 的 bug。哪怕你们现在的 infra 你也很确信是有 bug 的。对，这个你不能说100%没有 bug 呀，就是对，就是毕竟是人类嘛，然后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然后就是你还得修一下这个，比如说你因为人多了，然后 context inconsistent，然后每个人都会写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未来大模型，然后加强二学习 post train 这个 pipeline， 你觉得最大的瓶颈会发生在哪儿？我觉得瓶颈在于修 infra 的 throughput， 吞吐量，你单位时间内能修多少个 bug，然后以及单位时间内能迭代多少次，能正确的迭代多少次，剩下不重要。这个可以赋能剩下的所有的东西。是的，算法也好，环境也好。对，就如果你把 bug 全修了，那你有可能算法连改都不用改，就很好，就是很好。那怎么样把 infra 的这个效率提上来呢？需要什么样的架构？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这个我们还在探索。对，
就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已经不在那个最核心的位置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我们组在重构这个 OpenAI 内部的 infra，然后再作为下一代的 infra。你们的每一代的 infra 是会推倒重来，大家再根据现在的认知再做一个好的顶层架构，然后我们再像你写天授那样写，还是会就是小修小补。目前是推倒重来，因为之前那代 infra 已经3年多了，然后它堆积的问题其实已经很多了，然后我们希望就是用新的一个 infra 来去清理很多之前的 technical debt，然后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给一些 researcher 更好的一些iteration speed。所以 researcher 是不会参与到这个 infra building 的过程中的，他们可能会给一些需求，对，然后但具体写 code 怎么搞 distributed training 这个不是他们负责的。是的，然后他们可能到时候就改一个 flag 就好了。那听起来 OpenAI 的 researcher 可能是第一个被 AI 取代的工作吧？对，我感觉是的，就是反正就是单位时间内你能实验多少 idea， 他就想 idea 嘛。对，就是 idea，反正你可以很便宜的生成，就是你一个人坐在那边写多少个就，然后你甚至生成 idea 这个事情也可以被 AI 建模。对，然后下一步取代就是我觉得优先会取代 researcher， 然后再取代这个 infra engineer， 然后就都取代了就好了。但是这个 sales 可能不太会那么取代，因为 sales 还是你要说服对面人买单，在对面是人，然后 AI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说动人，这可能还是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比较重要一些。OK， 那我们刚刚聊了 text only 的 3.5， 然后聊了多模态了，你觉得 agent 和 RL 的 post train 这个东西会有多大的？没有本质差别，没有本质差别，本身就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中间多加了几步脱扣，可能就是环境会多一些。对，就环境方面的改变。所以你觉得比起标准的 LLM 加 RL post train、agent 加 RL post train， 谈不上新的挑战？对，因为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你个人对于 AGI 的定义是什么？你觉得现在我们达到 AGI 了吗？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还差一点，你觉得 pre-train 加 RL post train 这条路能不能带我们去到那个你定义的 AGI？ 就是 OpenAI 内部有个笑话，你抓15个人，可能有20种定义 AGI 的方法。对，然后我之前定义的方法是，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完成80%-90%的这个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 task， 那它可能就是 AGI 了。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因为目前的话就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还是不放心他直接上手改我的 infra 代码，因为这个非常 out of distribution。就是 AI infra 在于它就相对于它的这个数据集的占比是几乎为零。而且 AI infra 你验证的这个反馈太长了，你需要成本也太高了。对，成本太高了，就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去触及到这一块的。Good for you， 听起来你短期内不会被 AI 替代。是，但就是反正在这个 Strawberry 出来之前，然后就是我们内部其实已经用 Strawberry 一段时间了，在那个时候，然后大家都觉得我的工作要被取代了，然后或者说我们就写一堆史删吧，然后后面这个因为 Strawberry 训完之后会帮我们清理。现在看来就是可能1-2年过去了，这还是这样，就是史删还在那儿，就是并不会真正的改变什么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会 overreact， 就是觉得这个技术来了，我们要怎么样，但实际上并不会这样的，它是一个很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你现在在 OpenAI， 你以前在学术机构清华 CMU 待过，然后可能在科研的 lab 也待过，但是现在很多人批评 OpenAI 已经和 Open 没什么关系了。然后你自己之前你的一大爱好也是开源，打破信息差。你觉得这事儿会对你的个人目标和偏好产生冲突吗？我觉得这是个 trade off。
我其实还是很热爱开源的。如果OpenAI有开源的东西，我可能会是参与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去做我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并且这个开源对于 OpenAI 来说，它是一个 trade off，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把最好的模型开源，因为公司要生存。公司如果不能生存的话，那么之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继续融资做一些实验，然后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个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认同这个 trade off。但是 OpenAI 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的架构其实是很特殊的，对，它不是以一个商业盈利的公司的架构对来一开始初创的，它一开始的至少公开资料上的 slogan 是让通用 AGI 平等的造福全人类。对，你觉得闭源是让这个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首先这个通用 AGI 造福全人类这个东西一直是拆成两个部分看的，第一个是实现 AGI， 第二个是造福全人类。通用 AGI 这个就很好说，就直接这个堆这个 RL 或者说堆 pretrain 堆算力，然后 scale up。造福全人类，目前的拆解是做产品，然后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就比如说有免费的 ChatGPT 用户，然后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到，能够更容易的去接触到这个技术。比如说这个免费应该也可以用这个语音模式，然后做一些就体验，这样可能是更有利于这个造福全人类的，而不是直接开源你丢一个这个裸的模型权重，那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你的意思是 OpenAI 的 Open 不是对其他的大公司、大模型公司的 Open， 而是对普通人的 Open。是的，但这样的 strategy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是最后1英里了，咱们是100米冲刺了，要到 AGI 了，我觉得 make sense， 我也认同。但如果说 AGI 还是一个不说马拉松吧，但是不是一个一时半会儿明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的话，会不会在技术上更开放、更透明，也会让 OpenAI 本身更有利于尽快的达到 AGI 呢？还是说你觉得其实 OpenAI 现在其实不太需要把自己的技术细节公开出来，拿社区的反馈，也不需要社区任何的帮助， OpenAI 已经 self-contained 可以实现 AGI 了？让我想想，我觉得就是存在一种路径，就是你可以开源，然后并且可以接受这个社区的反馈，然后更好实现 AGI，这个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可以做到，但实际上执行很多困难。就比如说，其他人这个就是因为你是第一，如果你开源了，那么其他人马上就变第一，然后其他人这个再训一下，然后其他人又闭源，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就不是所有人都是同条心的，然后就会导致比如说这个 OpenAI 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它可能融不到资，然后没有人持续的为它输血。这个是有点博弈论的意思了。哪怕我是想为了 AGI 造福全人类，但是可能有人不这么想，有人就是想挣钱。对，所以为了防着这样的情况发生， OpenAI 不得不闭源。至少在我的看来是这么认为的。那这个是公司存活的考虑，对不对？是的。那如果现在 OpenAI 假如说就是无限资源，永远不用担心死的事儿，那你觉得你会很开心的把你现在这2、3年的 RL Infra 开源出去，你会很开心吗？我当然会很开心啊，其实这个张收们还问过我这事儿要不要开源，然后我当时觉得不太好吧，因为这为了公司的考量，但是他还问了我这个事儿。对，所以是不是 DeepSeek 至少它 Open Weights 这个事儿让 OpenAI 重新有一轮内部评估？是的，是的。你刚刚说 OpenAI 的使命要拆成2部分，对，首先实现 AGI， 再造福全人类。更深的说，我们要理解这个使命的话，你觉得真要实现这个过程，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执行，对着正确的方向执行，只要能执行就好，就不要再出现一次，就比如说23年11月公司快倒闭了是 Sam Altman 被开除那次。对对对。
就你希望这个整个组织架构越稳定越好，是的，能够有利于你快速的往前进。是的。所以从内部的视角看，当时 Sam 被开除，你们内部是什么样的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我们在外部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很玄幻的，说什么伊利亚到底看到了什么？没有，那个就是随便谣传的，就是捕风捉影，然后很多人在这边造谣。对，所以你内部的视角是什么？内部的视角就是，嗯，应该是就是不信任，就是伊利亚跟其他的一些董事会成员不信任 Sam，然后投票把他投出去了。然后，但是我们底下干活的人就觉得非常 surprise，非常震惊，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董事会之前是对底下的人缺乏透明度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决策是怎么做的，然后那这个不信任是不信任他什么？不信任他这个人，因为你可以去看这个官方公开的那个调查报告，对，这是一致的，但其实最后的结局是伊利亚走了。对。这个化学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明明已经把他开除了，他也不信任 Sam，但最后好像 Sam 是更得人心的那一个。因为很多员工就觉得，如果有一个纯技术出身的人领导的话，那可能没有那么多远见。就是 AGI 的实现，并不只是因为技术，你技术实现了就好了，但还是有很多商业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就比如说，你要融资，你要算力，你要如何去说服一些人去给你愿意投钱，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很好的一些这个研究经验的话，那可能还不是很支持你走这么长的路。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 Sam 这样的人的。所以 Sam 可能反而是 AI 最难替代的那个人，因为他需要在商业，甚至在地缘政治，对，在资源上都就是你可以把 Sam 抽象成一个 personality，抽象成一个 identity，然后这个 identity 短时间内，如果你用一个 AI 来替代的话，那就是这个别人对这个 ID 的认同感就会缺失，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替代的。对。你刚刚说 John Schuman 走的那天下午，你难过了好久，但其实 John Schuman 不是唯一一个离开 OpenAI 的。对 ，OpenAI 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有无数的团队成员都走了。你觉得一个极度成功的一个组织，像 OpenAI 这样，最后大量的人才流失是必然的吗？是不可避免的吗？一个健康的组织是所有人都是可以替代的，就是你只要能够持续的培养新人，有造血能力，然后能让这个组织正常的运转，就是可以的。哪怕虽然走了很多人，但是还是可以花一些时间精力，然后再培养一波新人，然后持续的造血，相当于干细胞一样。所以 OpenAI 现在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是的，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OpenAI 做的东西，外面的人也不是说难如登天，不能复刻的？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其实就是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好就好了，没有什么黑魔法。现在我们可能这个世界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科技竞赛，OpenAI 是点燃这一切的那个公司。我想知道你们现在内部的氛围有多 intense，就是你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吗？看组、看 deadline、看这个 project timeline，就是比如说 post training，目前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然后像其他的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重构 infra，那可能有压力，但是没有像 post training 那么大，因为他们是有很明确的 deadline。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延一延，因为我们需要就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弄对。所以其实外部的激烈的竞争，不管是来自 XAI、Anthropic 还是中国的大模型公司，会传导到你们内部的公司的日常开发的。不太会，除了 DeepSeek 那一波，就是因为他们声称 Twitter 上声称这个他们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然后这个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警觉的，因为内部的迭代速度其实相比于其他是有点慢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中国 infra。所以其实对于 OpenAI 这样的基座模型、大模型公司来说，生死线是 infra 的 cycle time。对，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data 呀，或者说什么算法，有多少 researcher，这就投人就好了。这是人力，单位成本人力。AI infra 不是人力吗？好问题。但是 AI infra 需要更多的 context，但是如果你只是数据的一些 ablation 啊，像这个跑一些实验啊，那这个就是不要那么多 context，你就直接很简单的就是你进来，然后写个 for loop，然后把这个 data config 弄好，然后跑就完了。对，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动化。所以你们真正警觉的点是意识到 DeepSeek 内部的 infra 很好，他们迭代的很快。对，这个是引起了你们注意。对，其实你们不 care 哪个 model 在哪个榜上又比 GPT 高了多少，是这个根本不是你们 care 的东西。就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在特地的去为了刷 LMCs 而做什么事情，而你们真正 care 的是那个单位时间内的迭代速度和成功率的那个东西。对。你觉得 OpenAI 现在在这个指标上是全世界第一吗？不是，肯定不是。就是这个跟组织架构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你比如说你抽出一个这个团队，然后去搞个 startup， 然后那他们的迭代速度肯定是斜率远比 OpenAI 高，因为你首先你代码库小，然后沟通成本少，然后你只要集中于你的这个 use case， 那你就可以这样。对，但是 OpenAI 的话，就是它要考虑同时考虑很多的 use case， 然后各方面 trade off。这个组织大了就是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生死线 OpenAI 已经不是第一了，那未来 OpenAI 还能做 AI model 的第一吗？每个公司都有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每个公司做大了、做成功了都会变慢这个速度？是的。然后就取决于，就是大家都很差，然后看哪个不差。不是那么差，这个差是相对于这个初创公司而言。那初创公司可能在这个指标上更好，它其他的指标可能很难和 OpenAI 竞争。比如说拿用户的反馈。对，所以这个都是 trade off。这个就是人类组织发展到这个规模之后必然会面对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避免。也不是说难以维持高的人才密度，是说就是难以保持组织架构的 context sharing 的一致性，这个会导致你的这个首先 infra 不一致，然后 infra 开始臃肿，然后组织结构也开始臃肿。这个人多就是这样，所以说 context sharing 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拥有无限长的 context 的 agent 来替代。听起来这个是一个刚需。是的。因为这个会解决人类历史上这种臃肿的组织架构，不管是写代码还是干其他的事儿，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因为人脑的 context 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存这么多 context， 但是 AI 可以。可能未来会每个公司有一个这样无限 context 的一个 agent， 然后来当 CEO 就好了。对，他负责所有的 sharing， 负责所有的 decision。对，可能没有比这样的 agent 更适合的 decision maker 了。对。那么再展望未来，如果你希望 AI 可以解决一个世界难题，会是什么？如何预测未来？你说的未来肯定不会是杯子怎么掉下这种未来，而是整个人生、世界格局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你觉得最想做的？我个人对于就是比如说追求一个这个自己造一个世界，还是很有吸引力，就是很有一些追求的。然后但是如果你在高维度空间来看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你需要提前生成剧本。我的理解是，你觉得我们的命运是可以被预测的？是，这个世界是个确定论，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马尔科夫过程里面。是的。那往深了说的话，你觉得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是的。
我现在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下一个单词说什么，我下一个问题问什么，全都是一开始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定好了。是的，这个是我已经验证了无数遍的。这在我听起来是一个相当悲观的世界观。是的，因为可能这是真的吧，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我不愿意接受，我也不愿意接受，但是就好像我就变成了一个在被模拟的原子。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有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吧，就是不太方便说，但是我这个确实是事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预测的，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用 AI 解决的。但是如果你拿到一个能够预测未来的机器的话，那么它对个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灾难。我觉得这会导致所有的价值体系的崩塌。是的，就如果有这样的 AI model，它做到了，可能对人类社会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毁掉这样的 AI model，让它永远不要出来。对。但是，有些人就非常愿意去开发这种 model，就是不然的话，这个它会被宿命论操纵着走。你的意思是有人喜欢这样的 model，是因为他想 jailbreak。所以你的意思是有了这样的 model 之后，我要做那个和那个 model 预测的不一样的事儿，这你称之为逃脱？不是，只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世界背后运行的规律，或者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要确定，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宿命论？所以你觉得上帝不掷骰子？对，宏观不是骰子，微观掷骰子。这个成立吗？如果说在量子力学的观测里面，这个成立，因为你可以在后台修改一些世界线。虽然你可以把我说的话认为这个是扯淡，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认为是扯淡，我在尝试 reason behind it。我觉得这个我也想过很久，就是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确定性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剧本？我们只是提线木偶，在这个世界的 dynamics 下完成我们的一次随机过程。我觉得是，都不是随机过程，是确定过程。我觉得是的。你对这个事儿毫无怀疑？我很怀疑，但是我尝试的去证伪，发现证不伪。我非常想让他证伪。我有这个疑问，我很感兴趣。我觉得我6、7岁的时候就和我爸妈提过这个事儿，我就感觉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早就确定性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反应不是确定性的？我小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不觉得我是人，就是或者说，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忘掉这一切，然后假装你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去体验当前的一些经历。你已经这么做了吗？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没有办法。还有一个解释是，世界不是这个时间线不是线性的，它是可以跳跃的。所以说，你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就是未来的我帮助过去的我来完成某些决策。你刚刚说过一个瞬间，说你在小学还是初高中的时候，突然未来的你告诉曾经的你，你说你要什么，要 make impact。对，这个只是我脑子里蹦出来就是这样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未来我告诉我的。那为什么你觉得世界线不是连续的，可能有未来的什么穿插来穿插去的？我觉得三维生物都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的，在三维的认知里面，这个时间就是一个线性的、单向流动的，但是有可能在四维的时间里面，它这个时间并不是单向流动的，它可以任意跳跃。这是我找到的迄今为止合理的解释。所以你觉得真的你过去有无数个时刻，有一个未来的你像星际穿越的 Morphe 一样，在后面推那个柱子？对，这是可能性之一，因为这个无法证伪。而他推这个柱子，又会导致你在未来又会再过去推那个柱子。对，所以你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忘掉这个事儿。对，还坚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对，这个聊下去我们可以再聊半小时，我们先过了这个话题吧。我相信现在每一个 AI 的从业者 ，OpenAI 的从业者，特别是可能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创业的种子。你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和想法吗？
可能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 idea。然后，并且我觉得 OpenAI 还是对我而言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待着。你会喜欢什么样的 idea？是偏 product 的还是什么样的？我会觉得我更喜欢 product，就是比如说像天授、像退学，我其实我搞 research infra，我其实也是有用户的，因为你的用户就是 researcher，然后你可以根据 researcher 的一些反馈来实时的进行迭代。所以你会希望类似这样的一个大家需要，反正就是有需求，然后对你的天赋又能很好的施展的地方。然后技术是什么样不重要，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退学的话，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通知系统，其实也不能算系统，就没几行代码，写个 PHP 就好了。然后甚至你连 PHP 都不要，就是你直接搞一个那个，就是你哪怕每天这个退学的第一版，就是白天更新一次时间，晚上更新一次时间，我是手动的。但是即使这样，就有很多需求。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抓住需求。你会希望10年后的彭佳艺是什么样的？他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事儿？我会希望他做自己那个时候想做的事儿，然后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你就不去干预他那时候想什么？对，因为想法是会变的。可能你想什么也不重要，反正是确定性的过去了。是。你现在怎么希望不太重要。然后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投资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投资未来，让他有选择的权利。那你为什么还要投资呢？反正投不投资你都会到那个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下还是会更好的嘛。就万一你不投资，那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投资一下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我们是确定性的过去了。但就是每天在家里睡大觉，你也可以到那个地方。投资未来可能也是确定性的，所以你投不投资也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是的。你之前的投资未来都是提前学高中数学，或者说怎么样。你现在除了技术上的 AI 上的，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投资未来了？提前退休，然后有足够的资本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给你无限的钱，你现在想退休去干嘛？花一点时间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手头上的事儿不是你很想做的，你只是迫于生计，你想要赚到足够能够退休的资本，然后再去找那个事儿。我手头上的事儿，比如说2 infra，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想做的事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比如说逐渐稳定之后，或者说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重心是会变的。我曾经想通了我想要什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又想不通了。你现在又想不通了？对，我觉得这其实也很正常。所以你现在反而是在人生的某个迷茫期。是的。曾经觉得很喜欢的 RL Infra 也好，做有 impact 的事儿也好。对，因为已经看到头了，然后剩下的都是很确定性的事情。AGI 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好，佳怡，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然后我希望你在2025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在这个 podcast 最后留下你的一段话，去探索说到底自己想要什么。虽然我对这个问题，我曾经一度想通了我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其实还是没有那么想通，就是这个问题值得一生去思考。